本师释迦牟尼，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对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这个龙母菩萨所讲到的这个清幽书啊，就是清幽书呢。现在讲光降的时候，就光降如波罗蜜多，其中呢就是讲这个持戒啊，就是讲那个持戒，持戒呢就是分4个方面，就是其中第3个问题开始啊，就是讲行持通品不妨碍啊，就戒律的通品呢就是不妨碍，违品呢就是讲了昨天的这个13种烦恼啊。然后，宋词里面这样说的：佛说不妨碍甘露，妨碍乃为死亡处，是故入为真善法，当恒尽具不妨碍。龙蒙菩萨呢，就是对这个罗兴王这个说到，就是佛陀呢，就是在这个有关啊，就是要义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教诫，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作为一个行持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行者，就一定要在这个从行为上、言行举止上呢，就是这个不妨碍啊，就是不妨碍。那么这个不妨碍呢，实际上是这个甘露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甘露呢。就是无生无死的这种过位，这种妙雅也可以说，或者是境界，就佛陀在这个金刚做菩提迦叶就是获得这个成就啊，就成就的时候呢，就是说过，就是这个生机离息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之花我已得就是从这个经文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佛陀已经获得的这个生机离息光明无为法呢，就是其实像这个甘露一般的，也就是说甘露呢，就是获得是这个涅槃啊，就获得呢就是佛果成就啊，就这个意思。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修学佛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我们的这个行为当中，一定要具足这个不妨碍。其实这个不妨碍呢，就是将来这个成就如甘露般的这个成佛的果位的唯一的这个因啊，就是依靠这样的因呢，就是能获得这个果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这个防疫误读就是言行举止呢，就是这个放任自流，没有一点这个约束和对峙，顺便就是像什么就是随心所欲，就造恶业。那这样的话呢，这种防疫呢，其实这个死亡处就死亡处的话呢，死亡就是不断的这个生死扭转轮回就生死也就是说扭转轮回的意思。那么如果世人呢就每天都是喝酒抽烟一直这个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非法的行为的话呢，这就是这个防疫的行为就没有什么这个约束就像现在的世间人一样的。这要是这个造恶业的话，那就是无恶不作的，每天都是就是天天造，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这个对治法就这种这个做法呢，其实是叫做这个死亡处，也就是说生死轮回的这个因就是因此呢就是这个罗行国王你就是你呢应该就是增上自己的这个善法就始终都是要这个身口意呢，就是如理如法的这个性质，应该对这个善法呢，就是具有这个恭敬心、恒常心，应该呢精进心来这个行持。而对一些这个恶法的话呢，就是严厉这个制止就一定要具足这个不妨碍。所以我们这个不妨碍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是这个修行当中就是最根本的这个益处。因此，这个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不妨碍呢，就是为甘露处；妨碍呢，就是这是这个就死亡处。不妨碍者不死亡，妨碍之人恒死败，就是恒死败。所以我们这个不妨碍的人的话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获得了这个大小乘的这种甘露般的这个果位。而妨碍者呢，他始终都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是会不断的这个扭转
啊，就会不断的这个受苦。因此呢，就是做这个修行人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以这个不防疫这个为主来这个行持。如菩萨行论当中呢，就是专门这个讲就是不防疫，自己的这个身口意呢，就是如理如法行持。三门呢，就是应该这个不能就是这个放任，一定要依靠这个佛法来就是对治自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烦恼啊。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不防疫的历练的话呢，那这个不要说是这个大乘的这种这个有关这个果位连这个小乘的阿罗汉的果位也是很难以得到的。就是这个文殊国土庄严集呢，就是这个经典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心持方义的话呢，如果心持方义的话呢，声闻这个果也是不可得到的，更何况说是无上正等觉果位就是无上正等觉正道就根本就是得不到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向导，就是所谓的这个不防疫呢，就是在修习过程当中是这个不可缺少的。其实这个不防疫呢，也就是说，这个按照这个俱舍论的观点的话呢，就制止这个不三业，心持呢就是善法，就是这就是不防疫的一种这个概念就是大家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始终都是有我要应该就是值得注意。这一点这种这个行持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表面上你这个持戒广闻博学以及这个做种种的这些功德的话，那就是其实就像没有这个墙基的这个墙壁一样的，就是真正的你的这种这个三法和这个功德呢，就是一定会就是全部就是毁于一旦的就是不能呢就是长期这个稳固的。正因为这样呢，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就是在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如我所说诸三法为戒闻色即这个忍辱就是闻色即忍辱，一不防疫为根本，舍命三世最胜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佛陀他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善法，就是大乘的这些善法呢当中，这个所谓的这个持戒广闻还有一些这个布施安忍等等，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三法的根本呢，就是这个不防疫就正因为这样呢就是它可以叫做是佛教当中的最殊胜的财富谁记住不防疫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人是这个具有福报的这个福语者谁不记住这个这种不防疫，而整天都是这个行持一些恶法的话呢，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个人是很富裕的，但是呢，实际上这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穷光蛋，就是非常这个可怜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就是实践人也应该了解。就是所谓的这个不防疫呢，真的是个非常大的这个这种这个善法以前也是讲过吧，就是两个比丘这个行六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贵僧呢，就是准备呢就是害他们，就是而且他们自己商量，就如果这两个比丘说善法的话呢，我们就是不害他们；如果不说善法呢，就是今天的是把他们就是杀掉。后来呢，就是这两个比丘一直在聊天，就是路上一直很远的地方都在聊天。最后要互相离开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就是给他说是你不防疫就是不防疫的直接这个含义的话呢，就是注意小心就是我们平时也这样讲的。然后呢，就做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贵僧呢，就是说是刚才这两个比丘什么善法都没有说，我们应该要吃他们。后来有一个贵僧呢，就是说是他们说了很甚的善法，说的什么善法？就是说不防疫，不防疫是这个，不管是大乘也好，小乘也好，所有的这个佛法当中是非常这个殊胜的这种善法。所以我们平时可能老百姓也好，我们实践人当中的话呢，就是一般这个离开的时候呢，就说是你要注意你要小心就是小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防疫。所以我们如果有些个别的道友就是离开的时候再见再见，注意注意就注意小心小心，就这一句话呢，就是其实是如果我们用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解释的话呢，那就是让你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想我是一个佛教徒我是一个皈依佛门的人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呢，
今生当中也是就是导致就是不好的果报，来世的话呢就是更不好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皈依佛门的修学大乘佛法的人呢，不应该这样做，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呢就是有所拘束，有所呢就是这个控制的话呢，这就是不防疫的。可是现在的很多的这种这个野蛮人呢，就是根本不具足这种这个对治法，就是所以说呢。这个行为呢，就是经常也是这个出现的不如法，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就像这个入心论里面所说的那样的这个什么这个如顺欲移动火可欲出言阴险观自性安稳入你性，就是就前面已经讲过吧，不管是你身体就是到哪里去了，或者这个口里面要想说什么样的话，那么这个首先呢要观察自己的心，我的这个动机就是善不善，一定要小心翼翼。不能呢，就是违越佛教的这个教规；不能呢，就是违越世间的这个世规。自己心里面就始终都是有一种这个小心翼翼、就谨慎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这个不防疫。所以说我们。平时就是大家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从小都是可能自己没有这个好好的修行的原因，很多行为呢就根本没有这个。这种这个对峙的概念，就是这是非常就可怕的。所以说就平时做什么事情呢，信什么，说什么话，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对峙性我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呢，能不能这样做？不能的话呢，虽然心里面就是产生烦恼的时候，可能想有些事情要做，但是呢，自己提醒自己，就是检点自己，一定要就制止自己的这种烦恼，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不防业。所以呢，就是龙蒙菩萨呢，就是教诫大家，就是在这个行持三法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小心翼翼，就是不要就是造恶业的意思。那么下面就是这个道理呢，用这个比喻的这个方法来这个说明呢，就是不防疫之利益。有些人可能这样想，我们这个从现在开始的是不防疫就是一定要就是注意的话可以。可是我这个业力深重的人呢，还没有遇到佛法之前的话，造了这个无数的这个罪业那现在就是不防疫可能来不及吧，就是已经我年龄到这样了，已经造的这个罪业的话呢，我自己想得起的想得不起的数不胜数。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后悔莫及，来不及了吧？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的，但为了就是遣除这样的这种怀疑呢，就下面就是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何则昔日既放业，而后行为配精神，如月密云积训你，难脱志满兼乐同。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虽然以前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烦恼，确实以前这个烦恼深重因为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和佛法，可能会造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弥天大罪。往昔呢，因为是这个已经防疫无度了就没有呢就是这种这个善法的指引，这样以后呢。自己也是就是造了就是特别严重可怕的一些这个罪业的，但后来呢因为因缘这个具足就是遇到了这个上师善知识，而且呢就是让自己了知这个取舍就善恶之后呢自己应该就可以说这个改邪归正应该呢就是重新做人。就是从此之后呢，就如果就是不造这个任何罪业，小心翼翼的护持这个戒律，修持呢就是善法。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以前所造的罪业呢，就是通过这个忏悔里呢，就是全部这个遣除。以善法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里呢，将来自己呢也会有这个获得解脱的这个机会就像我们这个月亮月亮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被这个乌云密布，已经这个遮住了，就是根本就是见不到，就是它的这个月光。但后来呢，就是吹风过后就是把这个乌云呢，就是全部这个散开，然后呢，就是月轮呢，就开始这个出现。那么它呢，就是放射出这个交界的这种这个月光就是让这个地上的这个水莲花呢，就是也可以微笑起来。那么同样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这个相续以前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就是有些呢贪心比较重，有些嗔恨心比较重，有些呢就是痴心妄想很大，就这样以后呢就是造了就是非常多的罪。但后来自己就是有这个忏悔的这个心
这样以后呢，就可以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啊。就这个比喻呢，它这里面就是南陀、智满，还有这个居间和冷楼，就是这个4个人的这种这个公案来就是进行这个说明，就是这个道理。就是那么首先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南陀的这个公案呢。就是南陀呢，就是应该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同父异母啊，就是后来呢，他就这个娶了这个本扎日嘎，也就是说是白莲花的这个妻子，就是然后他们感情呢，非常好，就是有一次呢。好像对，就是有一次这个白莲花呢，就是正在这个化妆啊，就是化妆这个打扮，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佛陀就是来这个化缘，就是化缘的时候呢，就是听到佛陀的声音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白莲花说，你出去就是见见这个佛陀就可以，但是你赶快回来，就是最好我这个化妆的这个妆啊，就是没有这个干之前，你必须给我回来。然后呢，就是南陀也非常听话的，就是规规矩矩的这个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就是佛陀就来了，眷属一起来了。来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迎亲在这个家里，就是准备就是供在。供在的时候呢，就是佛陀的这个钵盂啊，就是拉到那个南陀的这个树里面，就是准备给他就是供养。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转身已经这个回去了，就是佛陀的钵盂呢，就是还在南陀树里面。那个时候他就比较着急，就是马上这个里面的这个贡品呢，就是交给这个阿难尊者，就是阿难尊者呢，就是说是你谁属你拿来的话，那你就交给他，就是我才不接受呢。然后他也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之后呢，就是他不放心，就是然后就是跟着这个佛陀，就是到这个金色去。到这个金色去的时候呢，就是然后这个佛陀啊，就是要求呢，就是安排一个剃头师，就是然后让那个就是南陀的头发呢，就是要这个剃光。准备剃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剃头师就是到哪里去的时候，因为你当时这个南陀呢，就是很凶的，就是用拳头来准备打他，就是他说你凭什么要这个剃我的头发？如果要剃我的头发的话，那为什么不剃所有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的这个头发要剃光啊？等等等。后来就他回来就是在这个佛陀面前说我不敢剃，就是他那个很凶的。然后佛陀呢，和阿难的这个威力啊，就佛陀阿难就是一过去的话，那就是南陀就不敢说了，就是后来呢，就是就当下就是剃头发了啊，就是剃出家了，就是已经披三印了，然后就是整天的是跟着这个佛陀去的。他跟着佛陀走的时候呢，这个他心里面呢，就是一直这个想着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啊，就是他的这个妻子，他可能一直等着啊，就一直等着。刚才要求是他这个什么妆没有干之前的是要回来。一等多少天呐，就是说，然后那个就是当时就他天天都是跟着这个佛陀去，就是没有一个机会就是回去。有一天呢，就佛陀要带这个其他的眷属到这个城市里面去化缘，然后他呢就是心里非常的高兴，就是今天我应该有空出时间，准备到这个家里去看一看妻子。然后就是佛陀全部和眷属全部做完了之后呢，就是他就准备就是离开。后来他想佛陀他们回来的时候，我首先呢应该要准备这个洗脚的那个澡水啊，水呢就是应该做好准备。然后他就开始准备啊，就是这个瓶子里面就是倒水，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洗脚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这个四僧人呢都有一个瓶子，然后他倒完了一个瓶子，然后准备倒第二个瓶子的时候，那个瓶子又倒了，然后又倒翻了，就是一直这样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来想那算了吧，就是让这个僧人和佛陀他们自己来这个想办法。那我要离开的话呢，我把门和窗呢就是应该全部关上，就是然后他就把这个僧房的那个门啊窗啊就是全部都关，然后就关一个的时候呢，就是另一个又开始打开了，就是又一直就因为这个佛陀的这个加持力啊，就是让他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后来的话呢，那就算了吧，就是如果小偷进去了的话呢，我家里还是有钱的，我来赔吧，就我今天非要不可以让出去。然后他要想出去的时候，像佛陀如果这个路来的话呢，我应该从那个路就过去啊，就是他就沿着那个路就这个前往这个家里，前往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佛陀
呢，就是一声筒，你知道，就是就恰好就是从那个路已经这个过来了，路上要接近碰到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害怕，就是他躲在一个大树旁边，然后大树旁边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树神呢，就是这个树神呢，就是故意把这个树呢，就是抬起来了，然后这个南陀呢，就后面就是出现了，就这样之后呢，就是佛陀就是慈悲的已经就是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以后呢，就是佛陀说你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像你的妻子，就是他说是，后来就佛陀呢，就是慈悲的带他就是这个山上去，就是山上呢，就是就有一个盲盒，就是我们这个前行里面讲的公案基本上是相同的。然后就问那个南陀，就是是不是你的这个妻子跟这个母后呢，就是一样的？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就是我的妻子那么漂亮，这个这么难看，怎么以这个相去评论呢？就是非常不高兴。但后来就是佛陀，那如果你觉得是不好看的话呢，我就带到另一个地方，到就是天界去了。到天界去的时候呢，就是500个天女就没有这个天子，就是在那里，就是他的这个宫殿就是空的。然后他去问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南陀呢，就是在世间就是为了就是获得这个人天福报而赎戒，他就是以后呢，就是来到这里可以与天女一相了。那个时候他特别的高兴，就是他说我现在还是已经来了，我待在这里。但是那个时候诸天女们呢，就是说你现在呢，因为这个你的戒律就是还没有圆满，就是你下去就是在这里现在不能，你先到人间，就是你的这个戒全部圆满赎完了以后呢，你才可以这个，然后呢不让待在天界，然后他就只好这个下来了。下来之后的话呢，就是佛陀也后来就是把他带在这个，他就后来呢就是一直特别精进的这个赎戒就是一直特别的这个精进的这个赎戒。然后当时呢，就是阿难尊者也是给他专门就是好像有嘲笑他的吧，就是说是什么譬如地样都什么将前2根缺，如为欲此戒，其实也如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寄送，就是来这个嘲笑他，就是其实你这个表面上呢，就是这个疏持这个清净的戒律，但实际上呢，就是你要想跟这个天女，就是像这个获得这个相属，而这样的这个发心，就是你的发心是不清净。后来有佛陀把他带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带到地狱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是地狱的这个锅就一直是空着的，就是都非常可怕的。然后他非常害怕，就是问这个佛陀，佛陀呢说你自己去问。然后他去问那个地狱狱主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南陀就是从天界当中这个下来呢，就是可以在这里面这个住，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现在的是给他做好准备。那个时候他非常的害怕，就是他就往回跑，往回跑的时候呢，就是狱主们呢不让他跑，就是你现在已经来了，你现在可以在这里待着。刚才天界的时候想做也是待不住，现在呢就是想跑也是。后来就是他就祈求这个佛陀就是你一定要带我这个回人间呢，就是后来就是佛陀也是这个加持，就是让带到人间，就是他那个时候呢真正的这个升起这个超离这个3界轮回的这种处理性后来的话呢就远离一切这个贪欲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应该说是佛陀的所有的这个弟子当中疏忽根本第一的就是这个南陀尊在，就是原来就是贪心特别大的，就是贪心第一。但后来呢，就是所有的眷属当中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看任何人就非常的这个亲近，就是疏忽根本第一的这个南陀尊者。这是这个南陀的这个故事。所以从以前的这种贪欲和最后到阿罗汉果位之间的差别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人的这种相续的烦恼呢，就是可以改变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智满王，就是智满王。智满王呢，就是以前我们也是讲过，就是其实这个智满王呢，就是首先是给一个婆罗门女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正当的这个就是要接近不正当的关系的时候呢，就是他没有这个答应，就是然后他特别不高兴，后来对这个婆罗门呢，就是做各种的这个。怎么说就是那个就是骗这个婆罗门呐，就是说是他呢就是侮辱我，就智满呢就是来侮辱我。这样之后呢，就是那个婆罗门呢就是也是有很这个
特别这种令的这种这个注意就是他呢就是故意这个欺骗他，就是这个智曼王是虽然很大的势力，但是呢就特别的这个愚痴我们有些时候呢人愚痴的时候，往往都是被这个一些邪事就是会这个用上，然后呢就是他就给这个智曼王说，你如果这个7天当中就是杀了那个1000个人，然后1000个人的这个指头呢，就是全部就是这个穿在这个线上，然后呢就是做这个项链，或者说是就是这个挂在你的这个书案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让这个获得了这种非常殊胜的梵天的过位，就是然后这个。智曼王呢，就觉得是这个就非常的有信心就非常有信心。之后呢，就是那个婆罗门呢，就是把这个他的刀呢，就是立在地上，然后就是念了一遍这个咒语。念一遍咒语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智曼王的心里面就是产生恶心，就是产生恶心的时候呢，就马上把这个刀就是交给他，然后交给他之后呢。就智曼王就是开始这个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到处就是看到人就开始这个杀，就是看到人就马上这个看指头，就一直杀，一直杀，到了这个第6天就是就6天过了，就是到了第7天早上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杀了这个999个人，就是还一个人的指头呢，就是没有满，因为就马上要到时间了，就是今天这个。第7天的中午12点钟，是不是？然后就是他就害怕这个召集就是到处去招人，但是因为呢。当时这个所有的人都已经这个藏起来了，就是不敢出来了，就是不管这个大街小巷在哪里都是，就是找不到一个人影，就是所以他特别的着急，就是到处去寻找。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智曼王的母亲呢，就是很疼爱他，因为他呢7天当中是没有这个吃饭呢，就害怕这个孩子呢就是特别挨饿，就是然后呢就是他要求这个仆人呢就是送一些这个食品，但是仆人呢就是都不肯去的。后来呢就是母亲拿一些食品就前往就是他的这个跟前，在那个时候，智曼王看见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呢，准备杀掉他。那个时候，母亲就是说是你非常不孝的儿子你为什么是这个母亲的这个杀掉？你如果要杀掉我的话，那就是不要杀我，就是最好把我的指头这个这个砍去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以这个神通力观察到，就是已经这个度化智曼王的这个时间已经这个到了就时间到了，然后他呢就是变成一个比丘，就来到这个他的这个附近，就是在智曼王呢当时这个看到这个远远的地方的比丘的时候呢，马上放弃母亲，就飞奔的就是跑到这个比丘那边，可是比丘呢就是缓缓的这个行走，而智曼王呢就是使劲的追，但是一直这个追不上，最后呢就是他说这个比丘比丘，你给我停住，就是你给我停住。然后这个比丘呢，就是对他这个回答说，我呢就是本来的是就是一直这个挺着的，就是我的这个6根们呢就是一直这个很清净的，可是你呢就是被这个邪思所引诱你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因为这个迷乱所致，现在你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奔驰，但是呢你始终到不到你自己的目标。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以佛陀的加持力，就是他好像这个就是如梦初醒般的，就是已经这个就已经这个自己就是懂到了，就是自己的这种特别就是可怕的这种罪业然后马上那个他就放下就是自己的这个刀就是在远远的地方呢，就是向这个比丘开始这个磕头就磕头的时候呢就是佛陀也是显现自己的这个身相，如这个太阳般的就是相好圆满的这个佛陀的这个身相。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佛陀的这个加持力，就是他的这个什么就是突发也是就是自然落掉，然后呢这个身体上的衣服的话呢就是变成这个善意，就是通过这个佛陀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后来就智曼王的话呢也应该就是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应该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所以说他当时已经杀了这个999个人，但是呢后来的是也有这个获得了阿罗汉果位的我记得白衣经当中是一个人杀了5000个人，后来就是通过忏悔呢，就是也有这个获得解脱者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的，就是这是智曼王的这个简单的故事。然后呢就是叫这个具见就是他这里的这个具见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卫生愿望就是卫生愿望。那么24王就是我们就是有些这个经典里面就是讲的。那么他呢，就是当时是
应该在这个观无量肃经当中有他的这个比较广的这个公案吧，就是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他的这个嗔恨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严重的。然后他当时呢，就是被这个提婆达多这个所引诱啊，就是提婆达多呢，就是所引诱。后来呢，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父王啊，就是关在这个七从们的这个房子里面，就是一直这个让他呢就是饿死。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那个维森元王的这个母亲的话呢，因为这个国王的要求就是不能就是带饰品，但是他身上呢就是附一些这个蜂蜜啊，就是还有在一些这个他的璎珞当中呢，就是装一些这个葡萄酱啊等等，就是然后呢每天去看那个父王的时候呢，就是他通过这个身上的这些这个事物呢，就是让维持了这个很长时间啊，很长时间。维森元王呢，就是他是非常这个虔诚的一个维森元王的父亲呢，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然后他呢，就整天的这个祈祷，尤其是他对这个好像穆建连吧，就是我的好朋友穆建连，你一定要通过这个神通来现在我面前，就是我要这个受报关再见。我临死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受清净的戒律。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穆建连也是这个出现的，还有这个说法第一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卢尊者，就是那个富拉卢尊者，他就是出现，就是然后对他这个说法。但后来21天的时候，父王还没有死的话呢，他当时问那个狱卒啊，就是他当时这个问这个监狱的这种庶民者的话呢，当时说是你的这个母亲也经常到哪里来，就是可能呢就是对他就是送一些银色，然后佛陀的弟子呢经常给他讲经说法。后来维森元王特别的生气，然后把母亲也是关起来，准备杀害母亲。准备杀害母亲的时候，母亲都给他说是这个母亲说的还是应该是他的一个大臣说的吧，他的一个大臣说呢，说是有史以来的是就是为了王位而杀害这个父王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杀害母亲的这种这个过往是没有的，你最好不要杀母亲。后来好像母亲没有杀，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父王呢，就是也已经这个死了，就是死了之后呢，就是后来就是他就生气，就是特别大的这个后悔心啊，就是这个应该在维森元王这个这个无理记呢，就是在那个经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比较详细，就是最后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威力，就是他通过这个忏悔之后呢，就是有些这个论点里面呢，就是说是他已经这个获得了这个菩萨的果位，有些呢就是经典里面就是说是再过这个就是8万劫以后到什么就是就变成一位这个如来的这个变成一位如来，就是也有种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是那个造无间罪的维森元王呢，就是也最后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成就的。然后这个人乐就是人乐的话呢，就是因为。就是以前可能好像也讲过吧，就是他的这个贪心和嗔心都比较这个重的，然后他呢，就是贪着一个别人的这个妻子，就是后来呢，就是母亲觉得这个人乐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不如法，就是一直劝他，但是他一直就是不让这个就是改变，后来呢，就是每天晚上的母亲呢，就是睡在这个门槛上，就是不让呢，就是这个让儿子人乐呢，就是出去，就是后来他特别的这个生气，就是用宝剑。看到母亲的头，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呢，就是他就跑到这个他所喜欢的那个女的那里去了。然后哪里去了以后呢，就是他正在这个身体就是在发抖。然后呢，就是他呢，就是问他，就是你为什么这样来？他心里面想，如果我杀害母亲为你而杀害母亲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喜欢我。然后他说是我为了你呢，就是我今天就是杀了我的母亲而来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位女的也是就是非常聪明，就是他心里面想，如果这个人就连自己的这种大恩母亲也是杀害的话呢，对我来讲是就是终有一天肯定会不客气的。所以说呢，他想就是一定要骗他，就是然后他说，那你就非常了不起，你这样的这个行为是我也非常高兴的。那你稍微等一下，就是我那个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然后他就一口气就跑到这个陆地上，就大声的喊着，就是救命啊，救命啊，来坏人啊，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呢，人呢也比较聪明，就是他就马上回到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就是宝剑呢就是放在母亲的尸体上，然后他也是跑到自己的屋顶上，就是他说救命啊，救命啊，我的母亲也是被别人杀了。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呢，就是他也是没有这个被别人抓到，就是然后呢，他可能这个产生后悔心还是怎么的，就是然后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出家，出家之后呢，
这个寺院的这个人呢，就是后来都发现了，就是他是造奸罪者了，就是杀母亲者。然后呢，就是被寺院已经开除了。开除以后呢，他穿着这个出家的衣服，就是跑到一个边地去了，就是佛法不兴盛的地方。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开始造一个这个经堂啊。然后呢，就是他比较聪明，就是还是会这个讲经说法。然后他就开始这个说法呢，后来集聚了很多的这个僧众啊。然后僧众呢，就是每天都是给他们传讲佛法。最后他死了以后的话呢，像这个弹指般的，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堕入这个地狱。然后呢，因为他给这个其他的这个僧众宣说佛法，还有这个培养很多僧众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后来都是就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去。转生到天界以后的话呢，在这个佛陀说法的时候，也是以这个天子的形象来到这个人间呢，就是最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获得了就是不是阿罗汉果位，就是第几国啊，就是圣国吧，就是可能获得余律国吧，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些公案呢，就是每一个都就是讲以前呢，就是有些人的这个行为不如法，但是后来呢，因为行持这个善法，就是有这个后悔心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忏悔，也有这个获得解脱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学习了这个诵持之后的话呢，可能有些人呢，以前呢就是真的是造的也是非常这个可怕的这种情况有的。那么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念金刚萨埵心咒，自己闻思修行以后，重新呢就是再就是不造业啊，就发誓这样这个行持的话呢，那就是以后呢也会有这个获得解脱的这种机会啊。就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说啊，就是他现在就是学习了这个如菩萨行论当有些人点以后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明白，就是以前呢就是自己所作所为都是这个错的啊，就是甚至这个有一片这个好心呢。就是学习佛法以后的有些给别人的引导啊，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呢，也是这个错了。就现在看起来非常的这种惭愧，但现在呢，就是有遇到了这样的这个佛法以后啊，自己一定会是以后要行持善法。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呢，就是应该首先要懂到这个佛教，没有懂到的话呢，有时候是怎么样行持，怎么样有这个罪过，这些都一无所知。然后你懂了之后呢，不要就留在一些文字上或者口头上，一定要在自己心里面就是想，我以前是个坏人，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从现在开始呢，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一定要就是自己就尽心尽力的这个忏悔，尽心尽力的做一点就是个善事就是不会呢就是变成劣迹颠倒者。什么叫劣迹颠倒呢？我今天出家了，明天还俗了；我今天变成一个居士，明天的话呢，我就不学这一套了，就是我就开始加入外道，或者我不学任何宗教的。这种人呢，就在我们世界当中是最可怜、最可怕的人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只要有一种后悔心，只要有一种这个忏悔的这种心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以前的罪业再深重的话呢，可以这个有这个清净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一般人那个死的时候讲破瓦法的时候，也是在临死的时候要想，我的罪业已经清净了，我的善法是非常非常多，就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念头的话呢，其实呢也能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大家的这种这个总体上的这个心呢，就是不能变的。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尽心尽力的这个忏悔我都有时候这样就觉得是我们。现在学院里面的人也好，很多人就行持佛法。虽然我们这个行持的比较差，就是跟一些神者相比较起来，经常就是产生烦恼。我们行持的善法的话呢，不能圆满所有的智慧呢，也有很多惭愧的之处。但是呢，你以前不学佛和我们身边就很多不学佛的人的这个行为相比较起来的话呢，真的是我们很荣幸的。每天都至少也是念一点经然后观想一点那专辑呢，每天都是做一点这个善事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改邪归正的这种这个念头来这个精进忏悔。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讲安忍就是六波罗蜜多里面就是第三个就是讲安忍。那么安忍呢分就是交接，就是断除嗔恨之因和还有这个断除嗔恨之过，然后呢就是旁述这个性的特点和还要断除嗔恨之愿的这个处于分4个方面，就是其中第一个断除嗔恨之这个因就是要断除这个嗔恨的因就嗔恨的因。
如是无当人苦心呢，如磨凝成有机成，断成获得不退过，此乃佛陀亲口说。那么就是下面呢，就是也对这个过往今信这个教句就是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呢，这个苦心是比较多的就有些呢就是身体就是通过这个无火通过一些这个地水火风来进行折磨，就是身体的苦心比如说在恒河当中呢，就是整天都是沐浴或者呢就是在这个太阳下，就是一直这个就是用这个太阳的这种光来就是折磨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有一些呢就是行持一些旁生的这个行为等等，就是实际上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苦心的这个方法，有些呢就是不说话，有些呢就是不吃饭等等等，就是各种的。但是这些苦心当中的话呢，其实是这个修安忍就是修安忍，也就是说呢，就是不生起嗔恨，这就是所有的这种苦心当中是最难忍的、最难受的一种这个苦心试一试吧。就是我有些人就开始这个说你的过失，有些人呢就是用这个恶口骂人，在这个时候一般没有一定境界的话呢，就是你就根本就是忍受不了的就所以我们这个入心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罪恶呢就是莫过嗔，然心就是莫生忍就是罪恶当中的话呢没有这个就超过这个嗔恨心的，然后这个苦心当中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超过安忍就是超过安忍的这种苦心呢还是非常的这种这个难以这个忍受的，所以说呢就是国王你呢就是不要就是让就是这个嗔恨呢就是有机可乘不要呢就是让这个嗔恨呢就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心的相续当中呢，始终都是用真量来经常观察就看我相续当中升起嗔恨心没有，一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呢，马上用这个对治方法来就是根除就马上用这个对治我现在已经学习大乘佛法了，所谓的这个嗔恨呢如此的这个厉害，如果这个依靠嗔恨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功德一刹那间一瞬间当中呢全部会这个断掉的，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想起来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教言，就是不应该呢就是这个升起就是这个嗔恨心就是断除这个嗔恨。那么断除嗔恨呢，实际上是这个获得了不退转过位就这一点呢，就是佛陀在有关这个经典当中呢也亲自这个宣说的就佛陀呢就是说过，就是诸比丘断除嗔恨就是断除嗔恨如将嗔不退过就是断除嗔恨如将嗔不退过，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不退过，就是那么我们如果谁真正是这个断除这个嗔恨的话呢，其实于俱舍论里面也讲了，就是欲界的这个因的话呢，就是这个嗔恨和这个欲贪就是欲贪。如果我们断了嗔恨的话呢，就是欲贪也是可以断除的。这样一来呢，在这个欲界当中再也不会来的就因为这个因已经没有了，因没有的话呢，就是过不可能就是出现的，就所以说呢，就是要这个断除嗔恨，就是非常的重要。以前那个在佛遗教经当中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嗔恚智海就是则破诸善法，就嗔恚智海则破诸善法就是嗔恚的这种害处呢，其实我们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持戒布施功夫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善根呢，就是全部会这个毁坏的。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就是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嗔恨心。以前那个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嗔恨心呢，就是来信任释怀佛法之根本就嗔恨心来这个信任佛法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是来这个信任释怀佛法之根本就是这个毁坏这个佛法的根本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嗔恨心。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自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嗔恨心呢，就是加以这个断除。如果你嗔恨心没有这个断除的话呢，那么自相续的所有的什么布施持戒这些都是根本没办法就是增上的记得《三摩地王经》里面呢，就是说是互相若生嗔恨者，境界观闻不能究就境界观闻不能究，参参诸境不能究，不是功夫也不究
啊，就有这么一个校正，就是所以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呢一直有这个诚恳心，互相呢就是整天都是这个有些事情呢就是耿耿于怀，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清净戒律啊、观闻多学啊，以及呢就是不是当就是种种的这种散发呢，就是也不能救活，在临死的时候不能救活的。然后你在这个坐禅啊、注意激进的地方啊，还有这个功夫啊等等这样的这种善根呢，就是也不能这个救活你的。所以说呢，我们有些这个诚恳心呢非常可怕的这种人的话呢，真的是自己啊就尽心尽力的要这个对治，要对治的这个方法呢，就像如心论的这个安忍品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巧诀来就是断除啊。我去年在那个在这个外面这个在汉地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人给我这样讲，我心里很高兴，就是说我以前诚恳心非常的这个可怕，但学了安忍品以后的话呢，我现在呢就是怎么样也是就是不容易这个生诚恳心。其实有些人呢，真正是这个到这样的境界也是不难的。可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自己的是没有去这个去这个信持，没有去信持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他是就是可以能获得不退过的一种这个殊胜妙法，但是我们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不容易去这个信持的。所以佛陀在那个在经典呢就是好像是这个唐僧翻译的那个《本师经》呢就《本师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我观诸有情呢，有情之所然就是我观诸有情，有情之所然，永断此尘者，定得不还过就永断此尘者，定得不还过。那么就是他说的是，就是这个有情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任务是依靠这个诚恳心而来的。如果我们能断除了这样的这个诚恳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永远的是不会来到这个三界轮回当中。从根本上呢，就是可以就是解决，就是解决就是轮回的这个根。这样以后呢，我们尽量的想办法就是对自己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嗔恨呢，就是加以对治。那么这是从这个因的角度来讲的，然后从果的角度就是断除这个悔恨之果。我为此人相责骂殴打击背夺恶财，耿耿于怀其从托，断除毁坏即安民。就是断除悔恨即安民。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对这个嗔恨的，这个因已经断了的话，那就是过不容易这个产生的。那么这个悔恨的这个过呢，就是也要通过这个对治方法来进行断除。意思就是说呢，当我这个遭受别人的这个直接的这种这个侮辱、责骂、呵斥，或者呢，说这个间接的，或者暗地当中呢，就是对我进行诽谤，或者呢，就是对我进行这个殴打就是殴打或者呢，就是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呢，就是让我这个在别人面前这个一败涂地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我的财富呢已经被抢了，我的地基已经被抢了，我的卡这个别人偷了，我的这个什么房屋呢，就是被别人占了等等等，就是现在世间人呢很多的这个冲突呢，就是与我有关系的，我没有关系的冲突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也是不会有的。所有的这个冲突和矛盾呢，都是以我引起的。然后以我引起呢，就是产生了这种嗔恨心，这种嗔恨心呢，就是构成了就是悔恨，也就是说是这个耿耿于怀，就是互相呢，就是你一直这个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情，然后呢就互相就是身体上的冲突，语言上的开始这个互相的这种谩骂，然后呢就出现就种种的这个争论，就是其实我们呢应该如果通达了就是对自己呢，就是无有任何的这种执着，或者呢，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这种加害呢，就是当做一种如幻如梦的话呢，那就是所有的嗔恨和悔恨呢，也不会这个升起的。这样以后的话呢，你在这个精神当中呢，就是心里也是这个很快乐的就是心里也是这个很快乐的。而这个来世的话呢，就是也不会造成就是任何的这种这个罪业就是喜乐也难生，什么这个烦躁不成面，就是如果嗔恨心非常重的话呢，如心论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你的这种欢喜心快
快乐的话呢，就是很难引申出来的。然后你的这种烦躁的这个性的状态当中的话呢，你晚上睡都睡不着的啊，就是你临睡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对别人一直生气嗔恨的话呢，你根本睡不着，就是犯这边就是睡着，一直想，哎呦不行啊，这个人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然后又翻到这边，然后就也不行的，然后仰着睡的话呢，有好像这个人都已经在前面就出现一样，特别的生气，然后坐起来开始做禅。修这个相互法，很多人呢，就是这个睡眠也是这个不快乐的。如果你精进的这个灭除了这样嗔恨的话呢，那么就是吉天菩萨所说的那样，什么寂静灭嗔者，享乐尽后世吧，就是享乐尽后世。如果我们精进的灭了这个嗔恨心的话呢，今生来世啊，就非常的这个快乐，白天也是享乐，晚上也是这个就可以这个安享这个睡眠了，就是安享这个睡眠。就是死的时候也是安享这个死亡的，所以我们这个断除嗔恨心呢非常重要。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呢，没有一定的精进，没有一定的修整的话呢，确实是很难以这个对治的。就是以前那个。这个光钦老和尚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就是故事，当时他呢就是在这个福建承天寺这个福建出家，就是然后在承天寺在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是这个别人的供养啊，就是接受供养呢，就是自己没有福报，就是后来到山洞里面去了，山洞里面的话呢，就是一待就是13年了，就是然后后来呢有什么相夫老虎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故事，然后13年过后呢，就是回到这个寺院，回到寺院以后呢，就是他也不捣蛋，也不愿意再住在这个疗房当中，就是他一直呢，就是在这个大殿里面就是做禅。大殿里面做禅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呢，就是那个监院和那个香灯师呢，就是召集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僧众宣布，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昨天这个晚上功德箱里面的钱呢，就是全部被盗，然后这个以前呢，就是整个寺院呢，就从来没有这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功德箱里面的这个钱呢，就是对寺院来讲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寺院的全部收入，所以他们呢，就是当时这个非常不满的这个语气啊，然后大家都这个认为是这个光钦老和尚呢，就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老年人也不知道啊，但这个当时呢，就是他们都这个怀疑他，就是因为以前呢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而且在这个大殿里面的话呢，没有这个其他人，没有其他人的话呢，原来就是始终都认为是他是在这个山上修行10几年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人啊，但后来呢，就是他们把这个看法的就完全就是已经这个改变了就认为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山顶上这样的修行人呢，就是到这个寺院的这种这个功德箱里面的钱的全部就是偷光，就是全部呢，包括这个居士在内的是对他这个另眼相待，但是这个就是光钦和尚的话呢，就根本没有这个生命，就是说是我没有偷钱呢，也没有说是我没有看到就是别人这个偷啊，就是好像对他来讲，就是别人的这样的这个谣言诽谤，或者说是这个侮辱和冤枉的话呢，对他来讲是一点都是这个无所谓一样，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关，就是再过1个礼拜的时候呢，有监院和那个这个香灯师呢，就是有召集这个僧众，就是说是前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其实是没有的，就是他们呢为了就是观察就是他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就是然后他们已经认可了，就其实他们很坏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他呢就是也是这个如如不动的，就是也没有就是高兴呢，就是前面也没有这是我也以前想过，就是如果是我们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你根本没有偷东西，然后呢就是说是你偷了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不管是这个监院也好，香灯师也好，哪怕是根本上是，也许佛陀就是亲自出来，就是你面前是说是你可能偷了钱的话呢。你虽然是佛陀，从功德上是我承认是你是佛陀，但是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是我是不会承认的。如果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这样的。
这个是修行方面呢，真的有差别的。所以啊，我们这个口头上的是大家也说是不要生起嗔恨心。然后呢，就是当自己这个说到真正的这些违缘的时候啊，就恐怕是很难以这个忍受啊，就很难以这个忍受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一直这个出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呢，应该把它当做这个事项。以前那个印光大师这样说过，就是所有不顺心之境做一事项啊，就所有不顺心之境做一事项，这也无可启程。也就是他说是，如果把所有不顺心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当做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了，就无所谓的。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的话呢，那就是以后就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呢，就是不容易这个升起来。可是我们实际行动当中的时候呢，就是看这个能不能就是对着自己的嗔恨心。希望就是道友们呢，就是应该平时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就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就是值不值得冲突。就是很多人啊，就很多这个一些小的事情的话呢，就是一直呢就耿耿于怀。就是官家来了也是处理不好的，这法师来了也处理不好的，然后菩萨来了也可能处理不好的，佛陀来了不好说，就是也许就是你是佛陀那你说什么我就说，就当着这个我已经认可了，我认命了，就是算我命不好。本来这件事情是我没有错的，但是我只有这样陈述吧。好，下面说是旁述这个性的这个特点呢，当知性如欲睡眠，实质上会吐花，其中聚火如处者，诸求甚法入没者。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众生的这个心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就一定要了解到，就是有些人的这个心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知识呢，就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呢就是待的时间也非常长的。有些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这种知识呢，就是待的时间也是不长的。其实人呢，古人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人心入面呢，就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的话呢，就像我们面相不同一样的，有些呢就是胖的，有些是瘦的，有些呢就是头比较大一点的，有些呢就是头比较小一点的，就各种情况有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心的力量的话呢，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的包括他的爱好也是不相同的。以前有一个茶馆里面呢，就为了就是观察，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心态，就是然后里面的这个茶叶呢，就是同样的这个价钱，然后外面的这个茶杯呢，就是也是同样的这个价钱，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颜色的，就放在很多，结果来了这个5个人呢，就是然后5个人呢，就是拿的这种颜色呢，就是都5种都不相同的，就是最后呢也知道是真正在外境上呢，就是并不是有这个好的。如果有好的话呢，5个人都肯定是拿这个茶杯的，但是不会的，有些人喜欢黄色的，有些人喜欢白色的。那么是在这个喝一次茶的话呢，就每个人的这个新的爱好也不相同的。所以呢，佛陀在佛经里面就是讲我们这个众生的这种贪心也是，有些人喜欢老年人，有些人喜欢年轻人，有些人呢就是喜欢这个中等者的，原因呢也在这里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每个这个众生的这个心的这种心态呢也不同的。然后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记忆呢，很多的这个想法呢也是不相同的。那有哪些不同呢？就是他通过3个方面来比喻，就是一个呢，就像我们这个水里面的用画的这种图案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水里面，如果你用笔来就是写一个字或者是画一个图案的话呢，就是当下就已经没有了。就是水的这个波纹的话呢，就是此起彼伏就是马上就已经没有了就是你就在这里面写这个什么一个字的话呢，就是佛陀的佛的话呢，就马上就没有了，就是特别的快这是一种这个心态，就是这是一种心态。然后第2种心态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图里面呢，就是用这个什么珠子笔来这个写字的话呢，那平时呢可能比较近的，但是就像今天我们学院里面的下雨一样，或者是刮大风这个时候呢，把那个图粉全部都没了，就是然后字呢就可能1天就没有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石头上刻的这个花纹，或者石头上刻的这个字那这个的话呢，已经过了好几百年的话呢，如果你刻的很深的话呢，就不会变的
啊，就以前我们去印度的时候，看见佛陀这个降生的地方呢，有这个当时阿育王尼的就是那个石碑啊，就是说是佛陀呢就是再次降生。那么这个呢已经就是2000多年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字还是这个清晰可见的。所以说世上的这种文字的话呢，就是很容易的，很不容易就是马上磨掉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种心呢，就是有些这个心呢，就是就记得非常清楚的，就很长的时间当中也不会磨掉的。有些人呢，就是今天记完了，马上就没有了啊！我现在刚刚讲完的这个情有所难，就是你就觉得很好的啊，很有兴趣的，过一会儿下完课以后呢，就全部都没有了，就像水里的华为一样的，就是刚才就是显得清清楚楚，一下子就没有了，就这就是这个记性不好，就是很多人说是我倒霉，我脑壳好笨啊，我这个记性不好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烦恼啊，就是对于这个烦恼方面的话，不管是贪心也好、嗔心也好、智心也好，凡是对于烦恼方面的话，最好是我们这个前面的，就像水中花纹般的那种这个心，这是最好的了啊。就是你今天生嗔恨心，就气得不得了，就是然后一会儿就要没有了，哈哈哈，就马上开始笑起来了。从此之后呢，他就再也不会有什么这个报仇之心。我们世间人说是什么这个君子之报出10年不忘什么，这种心态的话呢，就是这个不合理的。啊，就是这个10年当中的话也好，多少年的是啊，原来这个人给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心里一直是记着的，就是看看因缘成熟的时候非报出不可啊，就一直心里面这样惦记着，这是不好的。烦恼方面的话呢，不管是贪心、嗔心，你当下就像水里的花纹一样，就一下子灭了，那这是这个最好的了。然后这个善法方面的希求佛法、行行呢、背行呢，包括我们背一些教旨呢、背一些论点呢，然上师所讲的一些教言呢。那些教言的话呢，最好不要这个马上就忘了啊，就过了10几年以后，过了多少年的时候，还要这个记忆犹新的。就像上师如意宝原来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老人家就是引用的有些教证啊，就是当时的这个什么如性论啊，还有上师如意宝如何，就是有时候把全部校正一直用，一直不断的用，很多那个不信佛教的人都是后来听了以后，哎，上是老年人记得那么好啊，就是他们都特别惊讶，就是所以。真正的一些神者，或者是有学习这个佛法者的话呢，我们对善法方面的话呢，就像是刻在这个石头上的这种文字一样的，就是永远都是不要这个忘，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以前龙母菩萨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神者呢，就是xuất現的不容易这个承诺，就是一旦这个承诺以后呢，在这种这个事情的话呢，犹如刻在这个石头上的文字一样的，死也不会就是改变的，就是死也不会这个抛弃的。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行持善法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记得要这个时间长久啊，就不要呢就是今天就是学了这部论点，明天全部都已经忘完了，连一个教证也是想不起来了。然后恶劣方面的话呢，就是在10年前这个人对我这个好像就是说过一句就是不爱听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我还是这个记得清清楚楚啊，就一直贪心嗔心方面的烦恼呢，就是记得清楚的。善心方面的这些这个词句也好，事情也好，就是全部一下子就忘了，这是不合理的。应该想反过来，很多的这个甚至和有对这个佛法方面就是有殊胜因缘者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多少年前的一些这个教证理证的话呢，就是他不会忘的啊，他就口里面和心里面的是装着很多的善法的这些知识，就恶劣的方面的一些的话呢，就是他全部都忘掉了，没有什么事了啊。我都经常想起了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一生的尽量，老人家是真的是从小的时候学的那些知识的话呢，有时候不管是念诵方面也好，公案也好，什么事情都是全部就讲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快乐。然后一些你以为我之间的一些仇恨啊，有一些这个事情，就像世间人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谈起来的这些事情的话呢，全部都没有了啊，就全部忘了好一点。关于贪心，关于嗔心，关于痴心、嫉妒心、傲慢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的，就是对我们的解脱精神来说都无有任何适宜的这些烦恼的话呢，就是全部是就像水上的花纹一样的，就是全部就没有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态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但是这一点呢，就是大家长期的串习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以前呢，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对善法方面就是记得很不好的，对恶法方面呢记得很好的，让现在呢通过善知识的这个引导呢，就是马上这个改变过了，马上改变过了以后呢，
就是然后就是现在对这个论点呢，就是记得很清楚的，然后对恶法方面呢，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最后的话呢，你的相续就完全改变了。这是很多的这个道友啊，刚来的时候啊，这个人嗔恨心也很重的，就是可能是很难改变的。但后来通过自己的这个精进如泥之后的话呢，就是依着这个三法方面的这个知识呢，就是不容易这个断掉，然后恶法呢，就是很容易断掉。这种是通过这个传习而来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观察，看你是哪一个，你是这个记的这种三法恶法是随身华文呢，还是这个图上这个写字，或者说是这个世上刻字，就是应该自己观察的。如果别人问的话呢，你不一定给我好好的说，你自己问自己的话呢，你应该知道啊。等一会儿睡觉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我是哪一种人呢？从明天开始呢，我应该把所有的仇恨全部忘掉，所有的三法呢记得清清楚楚。再过20年的时候，我今天亲友说的所有的内容的话呢，就是背下来就是没有问题的。入心论当当当的如何全部这样来想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学习有进步不再讲好，没有时间了，本来还想讲很多事情呢。Sonundai tamse bhagaya tonani jan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len droa droa Bandara gara badna sadar Bandara gara badna sada Bandara gara badna sadar